輪廓魅力很重要。有時候呢，單憑好看的輪廓魅力，視覺上就是一個很大的加分了，對不對？先看 Migo 這張來，我給你一個進階的修改，我認為畫面要更好，我是改動作。來，3、2、1，看一下，我換了好幾個地方，你有看出來嗎？連臉的角度我都換了，因為這個更優解，更優的解法。來，我們的全餐，首先第一點是改頭。那你說原本的頭有問題嗎？沒有什麼問題，只是不夠有張力。這個頭中規中矩，漂漂亮亮的，中規中矩的。但是呢，最好要有點張力。那有張力的頭，大部分都是有一點點帶側面感的，不是全側面那麼絕對，而是說像這種帶入更多的側面感。像這樣，這個角度比你這個角度相比來講偏側多一點，對不對？如果你這個叫45度，那這個就可能是60、70了，對不對？那這樣的話情況下，這個嬌俏的臉型，這個輪廓就可以有感。這是我高級感研究的課題之一，就這個選擇會更好。然後當這個選擇一下去之後呢，圖會更靈活，更有撩撥的那個味道。當然它不是唯一解，可是這是目前可以注入在你畫圖各種構圖畫面想法當中，它是算是另外一個丹藥吧。然後頭髮的部分呢，你有在畫飄，應該說這個飄是可以的，但是可不可以更飄？我假設舉例，這一塊你能不能讓它更飄？這裡就要飄起來，你能不能飄？對於這種畫面遠近縱深，你就要能夠去控一條弧度的敏銳轉彎。那這個轉就要轉得非常微妙，轉到就一點點，可是你知道它已經揚起來了。用這種方式把頭髮的那種饱滿感、立體、靈活度再提起來。真的沒轍，你就畫側面，讓側面飄沒有關係。但是你要更主動的讓你的飄動更上檔次。然後再來呢，第二點呢是動作的選擇，2跟3都是動作選擇是什麼呢？它首先這邊有一個畫錯的，你這個動作是畫錯了，為什麼？能不能這樣抓？可以，但是在這個角度下看得到這一個袖口橫切線，你手能不能再搬過去？不可能。你這邊一定會看到四指線，你可以這樣畫，把這個東西給端着，在這個袖口狀態下，你手是不能再靠到那個遠端的。所以這邊的修改我是換掉，最多側面。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呢，你要記得輪廓很重要，輪廓魅力很重要。有時候呢，單憑好看的輪廓魅力，視覺上就是一個很大的加分了，對不對？好，然後除了改手之外呢，你再看一下，像這次這邊，就上次團戰也很多人畫這個拿法杖，就是這麼拿法嘛，對不對？這種拿的方式啊，不痛不癢的。那你說拿東西還要怎麼樣拿得痛或什麼？沒有，要拿得有感。所以有時候一些特定的手指姿勢是要練起來的。有些時候你的手的動作，角色的手動作畫得不溫不火的，沒 feel， 角色就跟着沒 feel。語言這件事情，你不是看臉、看身體，就是看手，對吧？那你會先看哪一個？這3個你都會看。那肢體語言裡面領先的就是手，手的字眼非常重要，所以手的動作抓的有感很重要。那就要問你們，平常在參考圖的時候，你們有沒有把畫得好的手指動作真的認真留下來記住呢？這點很重要，這也是我後來發現自己做的不夠的地方。有很多人畫抓武器就是隨便這樣抓着，抓的完全沒力。那有那種抓武器抓的非常用力，那種一瞬間畫面張力就出来。所以要畫到握得很用力，跟那樣要捏不捏的那種。那你覺得哪個有效？所以在手指動作上，我覺得你們要重視。你想要讓效果更加好，所以手的動作呢就要增強。那什麼叫握的抓的不痛不癢？來 Migo 這個示範就是不痛不癢，這個就是有感。不管我們要握的用力還是握的輕，有时候呢一些媚態畫出來，效果就是會有差。那拿武器，你說拿一把劍要劈砍，然後那個力道多大，你手指沒畫好就掛了。我舉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就是烙印勇士劍鋒傳奇那個，還有凱茲。其實烙印勇士裡面有一些東西，它的核心畫技沒有去鑽研的。我舉例他講他畫的下巴，那他的骨架厲不厲害呢？認真說，他畫漂亮女角的體態都不好看。他裡面沒有哪個角色會看得出女神這樣。那他的骨架強項是在於凱茲的戰鬥姿態是最好看的。那他拿那個大劍在砍，那個劈砍之後那個力量感，注意一下他的手指，
它握劍的那個手指畫得非常好。它有很多骨架，其實我都覺得有一點不夠有那個感覺，可是握劍的那個動作非常好，所以它劈下去那個力量是沒在跟你客氣的。所以它的那個畫面，這種戰鬥殺傷力的那個說服力非常夠。畫技研究用對地方就非常重要嘛。那幾乎是不管是觀察你們觀察網絡上那種在練功的所有的會友們啊，很多人對手指的研究都是擺在很末位的，就是沒有臉重要，沒有身體重要。對，這些都研究完了啊。對了，這些都研究了，就是臉研究了，頭髮髮絲研究了，人體骨架研究了，然後呢，再來呢，服裝皺褶也研究了，再來呢，上色，好，來二分，好，明暗，那個冷暖色，腹型全部研究完了，手什麼時候要研究啊？再說，手都是最末尾的，請好好研究手，因為它畫面上的效果影響非常重大。好，再來 ，Migo， 你再看一下你這個腿，這個腿，這就來到肢體動作嘛，那這個動作呢是比較文靜一點的哈，不行。文靜什麼啦？就是要媚態，就是要擺起來，然後讓人家能夠欣賞那個腿的肉骨曲線美，不可以文靜啊！文靜給誰看？你就是要有魅力媚態。然後，如果講說我們的角色要真的就要優雅的一個優雅都是表面，很商業稿啊，不要講商業稿。所有的圖都一樣，我認為所謂的優雅都只是一個大致質感，能夠撩都會撩，我是不相信會故意把它畫到沒有魅力啦。沒有哪個繪師，不管你是商業繪師還是說我們網絡畫圖的，能夠撩我們撩，對啊，然後一樣可以很文雅，然後但是問題又顯得很有那個吸引力，這是做得到的。所以呢，你這個動作要換掉，你要往這方向想。什麼樣的動作呢？能夠表現角色氣質，又處處動人，所以這腿改掉。所以1、2、3講的是這個。第四點，框了幾個地方，來，這個呢是大的領子，然後這是肩膀跟那領子，肩膀、頸肩這個領子，這些你要在輪廓上讓它起效果。當它亂成一鍋粥，這你還看得清楚，但是當能畫清楚之後，下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凸顯出來，像這樣才有凸顯出來。你寧可增加它的長度，然後呢，再把這個肩膀壓下去，利用這個凹凸變化，在上色上再琢磨一下，把這個身體美感跟這個誇張的領子服裝布料的落差強調出來。輪廓的落差非常重要，所以是講的是這個地方。你看這個領子改誇張起來，那還是說你覺得布料要省點用？要花到什麼預算嗎？為什麼不畫起來？畫起來會被打還是怎麼樣？沒有，那心魔在哪裡？再來下一個，這也是輪廓問題。這是什麼？腰身臀藥水。那這個輪廓呢，你就要像這樣誇張起來。你看輪廓在這，遇到這個誇張起來，因為你已經保不住這個屁股了。要保住這個屁股呢，這些物件都拿掉不要，那這個輪廓會很清晰，對不對？但既然有物件在這邊，眼見這條曲線你已經顧不了了，那怎麼辦？那就誇張一點，我讓你看輪廓的張力，把裝備強調出來。既然沒有辦法兼得，那我就誇張其中一種，因為你顧不了曲線，那我們怎麼辦？我們就顧輪廓線，讓它誇張起來。那一誇張起來，我就覺得整個角色的那個佔有畫面的強度提高了，對不對？那5講的是這個袖子，這個就是誇張度。你看這個袖子一丁點，畫寬一點嘛？還是說你怕畫寬了之後，會不會就不像賽博朋克？賽博朋克應該什麼鬼都有才對。畫寬一點沒有問題，加個什麼貼紙啊，這樣你這個熒光的這些貼紙全部放上去，一樣是賽博朋克，放心不會偏。那這是我要給你的建議。這邊做這個全餐改造，你看一下，我們再整個看一次，來變成這樣。讓效果整個張開吧。好，交給你，記得拿檔。